你清醒一点，王府目前只有嗷嗷待哺的仆人，没有进项账面是空的，还欠着几座王府的钱。欠账你不用在意，我早晚都能平了。府里的账面也不可能一直空着，七殿下很快就会有银子注入进来。但我跟你说好了，那些银子都记我名下，跟离王府没有关系。人家能干吗？那行，等七殿下的银子进来，也记你名下，所以离王府账面就一直亏空。亏空挺好，谁也别惦记离王府的财产。而且离王府没钱，那些亲戚里是不是还能时不时赞助我们一点？也不知道朝廷有没有扶贫计划，反正我就是那个贫，扶不扶看他们良心。那就做亏空吧，你个人盈利，王府亏空，但府里花用你得往外拿，不能一府人都饿死。日子要过还得过好，但这个好日子关起门来过，谁也别出去嘚瑟。财不能露富，这是生存之道。如果你的果树能种好，其实果子也能卖钱。若真能让果树冬天结果，城外包几个庄园，你就发财了。千万别有这种想法，我有我自己的路数。陆庭元，你不会是想套路我吧？我是靠摆烂为生的，这是我的人设，人设不能倒。多谢殿下和王妃不在意我的身份，愿意让我到府里做事。咱们的企业文化不是忠诚吗？我一定忠诚。让陆庭云入府，你最初是怎么想的？合计让他当个奸细，通过他跟叶小夫人的关系，多打听打听叶府，也是为了恶心叶府。叶贵妃第一次见面就冲我送麝香手珠，其心可诛。现在呢？现在想法不太一样了，叶小夫人还挺不错的。在元婴4时我遇事，她是真肯往上冲，奸细什么的就算了，只要陆庭云好好干活，没有歪心思，我就把他当自己人。不过恶心叶府还是要恶心，恶气不能不出。我们班班是个善良的姑娘，是全京城最善良的姑娘。通知全府上下，对府中之事严防死守，任何人胆敢透露出去半个字，绝不轻饶。包括你，若敢对父皇泄露半字，下场你知道。你干什么？你过来。你说跟武殿下合伙做生意，会有银子送过来，几时送来？别转移话题。银子呢？上交。说好了，我的是我的，你的还是我的，以后你的钱都交给我。好，我的钱都交给你，去取来。是。一共多少5000万两，3年的。？1年1000多万两，也不多。挺多了。我一直病着，什么都没做，五哥还能分我这么多，已经难得。我知道，我就是觉得3年才5000万两，好像我在京城也能赚到。以后还是我来养你吧，我赚钱容易些。能被爱妃养着，本王求之不得。油嘴滑舌，江崇华，我绝对不信你什么都没做，武殿下就平白分你5000万两。有些事我不问，你也别拿我当傻子。比如皇上的麒麟卫每天半夜让你批折子，我都看见了，没揭穿你罢了。知道我们家王妃聪明，原本没想瞒着你，那为什么后来又瞒？因为你不想触及权力中心的事，怕你不高兴。唉，罢了，总不能真指望你在家里什么都不做。你喜欢就做吧，但得偷偷的，不能让外人知道，不然离王府别想过消停日子。叶贵妃往离王府安插这么多眼线，第一次见我就送麝香手珠，8成早知道皇上多依赖你，她是防着你有孩子。没事，你不是对外说过我不行吗？他们都知道我不行，不会再放。对，你一定得不行，只要外界坚信你不行，我们还能过消停日子。一码归一码，唐飞燕的事儿你还没说清楚。我以为过了一天你不会再翻小账。不行，我小气，我爱记仇。你小时候真拉过他手，真跟他在一个榻上睡过觉？拉手是拉过，他那时2、3岁，非要把手塞我手里，我不好推开。至于同榻，是顺飞趁我睡着把他勒到我旁边，我醒了就让人抱走，谁也不能毁我清白。他们也只是惦记，真让他们嫁来，谁都不乐意。不像你，明知道我这样，还愿意嫁过来。我为什么反抗？能摆脱岳家，我开心的要死。
往好了想，至少这些东西还能烧火。当然，江墨之那2本不能烧，这是贵妃娘娘的好大儿写的书。贵妃娘娘送咱们一屋子废书，咱们是不是也得礼尚往来？这2本给我，回头我找机会送给叶贵妃。你放心，我保证不把她气死，一定给她留口气。这些书清空之后，书房也空了。但如果你再把书房填满，就太惹眼。叶贵妃会知道你开始上进，也会知道你身体可能好转了。咱们打算的可不是上进，是摆烂。所以不能换。我去给你换，保证神不知鬼不觉。正好白小先生要在京城接诊了嘛，他常驻京城，买点书装饰宅子，合情合理。医书是书，别的书也是书，别问，问就是学问大，知识都学杂了。麒麟卫，进宫找皇上要书，这事儿你能办吧？对，就吱一声。是。妥了。这什么阴间时辰？神医嘛，有怪癖才像高人。听说叶老夫人的病连太医都治不好。不是说那位传说中的白神医从不治官家吗？也不一定是那位，但叶家认的神医，医术肯定差不了。你有痔疮，你有脚气，你们还有这毛病，为何不早说？你把这院子里的地扫一扫，扫到无尘。1天2回，早1回，晚1回，脚气3日根除，痔疮5日全消。1天吃2回，3、5天就能治好？什么？你们想吃？若真治好了，这辈子下辈子都给神医当牛做马。治不好呢？那就只这辈子当牛做马，下辈子不行。外头有人排队，大概6、7个。才6、7个。外头排起长队了，一眼都看不到头，这才是预期。大半夜花100两看病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花钱见阎王。见阎王100两可不够，100两最多见个引路小鬼。不信你试试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敢在这里闹事，来一个打出去一个，也不打听打听，我们白小先生在京城的神医名号是谁封的？谁呢？我家少爷得了难言之隐，听说神医能治。我家少爷病得不轻，少爷还年轻，不能耽误。还有我家老爷好像也是这个病，要是神医能顺手把老爷也治了，转头就翻倍。明日吧，明日晌午我去一趟，正好留下用午膳，我回去就让大厨房备席。这怎么好？挺好，挺好。出诊的费用可比来我这里看诊高许多。钱不是问题。不瞒您说，那些让妾先于正妻生孩子的王八犊子里头，就包括我家老爷。正是跟妾同一天进门，新婚第1晚就睡在妾屋里，想想就生气。虽然萍水相逢，但只要你也烦他，咱们就是好哥们儿。可您跟我家2小姐认识，那还能给我家少爷治病吗？听说少爷这个病，就是被2小姐气出来的。医者仁心，不能因为私人恩怨不顾病人。神医愿意去，真是不容易。原本出诊200两，现在这种关系得加倍，400两不算要钱，小的从中提一成，您看行吗？行。我找着离谱嗓子，你们追下去也不走，重要这事。花100两进来挨打，总不能只是脑子有病。这来钱也太快了。所以明日晌午，王妃不在家用膳。明日晌午，她要去岳府，给岳家大少爷治病，顺便上摄侯那儿赚外快。你我都不能明着陪她去，就让外宅那边出个人。白神医身边总得有人。外宅那2个人可能都不行，
一个有脚气，一个有痔疮，属下失职，请殿下恕罪。不用罚，我给他们治好了病，他们更忠心。你不觉得恶心吗？我是大夫，什么病人没见过？这点小病算什么？行了，等我睡醒，你再带我去神医府。今儿不在岳府赚个够本，我就不叫岳斑斑。想感谢我？是，但又不好意思提这个病。脚气而已，有什么不好意思？段管家痔疮有明显好转，都好意思跟我说？那怎么一样？段管家是男人，你也是男人，他当然好意思。坚持涂几天可以根除，以后注意个人卫生，不要穿别人的鞋，也不要共用洗脚盆、洗脚布。您跟黎王妃是朋友，应该跟他同仇敌忾吧？所以咱们是不是往死里坑？我叫秋实，以后就跟着神医做事了。你有什么喜欢吃的，也可以告诉奴婢。饮食起居倒不必，我不常住这边。不回来啊？罢了，成功的男人都是不着家的，奴婢懂。一会儿到了岳府，咱们走什么路线？所以路线就是往死里坑。没错，不但坑岳宏才，还要坑岳景荣。岳府有一个算一个，能坑一点是一点，干就对了。全安排好了，府里人都很期待神医来，但又不太好意思，毕竟不是好病，还劳烦神医回去之后帮着保密，千万别跟外人说。那这可就要另外收费了，这属于封口费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神医放心，这事儿我去办，老规矩，我提议成。出来做下人的，不图钱还能图什么？图岳府活多，图岳家人人品都不好。您吃肉，我喝汤，咱们合作愉快。只要神医能把病人医好，岳府绝不会亏待您。先看病人吧。听闻白神医常在安怀一带行走，最近几年是在安怀停留的多。真巧，我们岳家老宅就在安怀。夫人这说的哪里话，一点都不巧。我在安怀停留那几年，就是为了到你们家那位嫡出的二小姐。神医说的是斑斑吧？我家老爷放心不下，就请了几位师傅在那边教导。不是你家老爷求的我，是你家老夫人派人去求的。他说最放心不下二孙女，那可是正式嫡出的孩子，就算要养下香，也要教导的比京里的孩子都好。斑斑很聪明，想来是遗传了他母亲。大夫人，我在，不好意思，惦记宏才的病，一时走神。听说病的不只是府上大少爷，岳侯似乎也有同样病重。没有，绝对没有，他健康着，甚至还可以同时睡2房小妾，跟这种病绝对不挨边。不用给他治。今早少爷说小肚子疼，奴才琢磨着可能是病又重了。之前有大夫说这病不只关乎命根子，再重下可能伤及性命。老爷不救不治，少爷一定得好好治，少爷才是岳家的希望啊！确有类似病例，最后伤及性命，我们医学界叫并发症。若已有其他部位不适，就要高度怀疑并发。我不行，都是因为你们，跟我自己没关系。宏才，你怎么了？为何一直盯着白神医看？可是发现什么不对劲儿？没有，白神医没有任何不对劲儿，是我不对劲儿。母亲，我明白了，我为何得这个病了，不是身体的问题，是人不对。我这个病根本不用寻医问药，也不用不停更换小妾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。我喜欢的是像白神医这种白白净净、温文尔雅的。母亲，我觉得我好了，我一见到白神医，什么都好了。堂堂安远侯府大少爷居然是这样的人！我家神医好心好意上门给你瞧病，你非但一句感激没有，还出此恶言！你搁这恶心谁呢？白神医跟你有什么仇啊？你要不要脸啊？小神医，你过来，让我好好看看。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美男子，你愿不愿意留下来？只要你点头，我立遣散府中所有妾室。我是安远侯府大少爷，这座侯府早晚都是我的。你只要愿意留下来，我绝不会让你受委屈。母亲，你替我说句话，帮我求小神医留下来。我真的只要小神医。神医请回吧，今日是岳府唐突，改日必登门致歉。当然，岳家也不能白让神医跑这一趟。嘿嘿，真是晦气，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儿？我要知道大少爷是这么个人，说啥也不能让神医来这一趟。白神医，真对不住您，钱没挣着，还惹一身骚。白神医也太招风了，居然把岳家大少爷都迷住了，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？到哪儿都迷倒一片的体质，能不能改改？
志明我一个人行不行？神医会不会传闻中的易容术，就是把自己样貌变成别的样子，以后咱们易容出门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啊？谁让你拿那么多银票？岳父现在是什么光景，你不清楚吗？母亲别骂他了，儿子觉得这个钱应该给。小神医抛头露面做事不容易，多给些银子，他日子也能过得好些。那可是岳班班的师傅，你忘了岳班班吗？母亲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怎么可能忘了自己的妹妹？啊！岳洪才，你吃错什么药了？你居然认岳班班那个妹妹！母亲别生气，这事儿说起来也是咱们不对。那日是儿子口无遮拦，惹恼了二妹妹，他才说那些话。他是为了报复我，不是冲着您，您别生他的气。你被什么东西附体了吗？以后我是一定要跟白神医一起生活的。既然他跟斑斑是师徒，那我也算斑斑的长辈了。以后各论各的，什么都不影响。我们跟斑斑之间的关系肯定要缓和，不能再像现在这样，不然小神医会为难。他一为难，我心里就不好受。母亲一定不会想我不好受吧？不对，想跟小神医一起生活，你做梦去吧！你是岳家这一辈唯一的男丁，家里还指望你呢。可是我现在这个身体，我觉得只有跟白神医在一起，我才可以恢复。不如母亲退一步，等我恢复了，再让妾室生2个，把任务完成。到时候你们有孙子抱，就别管我了，让我跟小神医双宿双飞吧。岳斑斑，你这是想全京城男女通吃啊？那些都是意外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也没想到披个马甲魅力还能那么大。问题我本尊也没那么大魅力啊，除了你，别的男人没一个看得上我。哦，不对，可能你也没太看上我，你只是没选择。谁说我没看上你？谁说我同你在一起只是没选择？岳斑斑，我早就看上你了，同你在一起早就不是选择的问题，而是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。那你也应该有点自信嘛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我要是还看得上别人，那我可能是瞎。院子里的果树都活了，药田里的药苗也活了，昨夜还下了雪，都没冻死，真是神奇。快尝尝，这雪打过的葡萄还是头一次见。确实别有风味。话说，你有没有算过，从你嫁到黎王府，一共赚了多少钱？没算过，陆庭云给我账本，但我嫌麻烦没记。你就不怕银票丢了？你自己都没数，万一被人拿走1张怎么办？想从我这儿偷东西，开什么玩笑？怎么可能偷得去？顺妃的人找到神医府，递了名帖，请白神医明日进宫给顺妃娘娘看病。乖，你要是也喜欢我这张脸，那今晚我就不卸妆了，你抱着睡。你要是觉得还不过瘾，我也可以用男人的声音同你说话。本王暂时没有这种嗜好。嘿嘿，万一以后有呢？哼，别以为你长得好就可以在顺熙宫立得住脚。我们娘娘跟别的主子不一样，我家顺妃娘娘不好你这一口。进了顺熙宫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你自己心里得有数。娘娘身子贵重，不是你这种江湖大夫能随意冒犯的。公公放心，我这个人最懂规矩。哼。本宫还以为能称得上神医之名，总得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，没想到竟如此年轻。这神医之名是叶家老夫人给的，要不娘娘找叶老夫人论论？本宫只是那么一说，神医能被称之为神医，必然有过人之处。就比如说本宫这个病，听说就只有白神医能够治好。先前黎王妃跟我打过招呼，我对娘娘的病症有些了解。要说这天底下有几人能治，那我倒不敢打包票，仅我一人能治。毕竟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可娘娘有那个时间去另寻他人吗？还是说娘娘愿意把这种宣扬出去，就为了寻别的大夫？几人能治我不知，但依目前来看，在京城能治的人就只我一个。看看吧。确实喜脉，本宫知道，本宫找你来为的就是医好这个病。能治，但娘娘想不想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？是不是有人加害本宫？没有，
娘娘这个病是娘胎里带出来的，属于隐性遗传，有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发病，不代表她完全没有发病的概率。娘娘确实命不好，她偏偏发病了，且一旦发病，未来可能会定期复发。这种病还会对女性身体产生一种影响，会让女性在本该结经的岁数不遭遇结经。当然，换个角度来讲，这也是件好事。本宫只想把这个病治好。基因病治不好，只能通过施针和药物进行压制，但这种压制不是永久性的，需要隔断10日再施一次针，再用一次药，也不用太勤，大概1个月一回吧。娘娘的病症根源太深，在下医术有限，无法根治，只能每月施针压制。真的没有一次能治好的法子吗？本宫可以多出些银子，神医帮本宫想想法子吧。你毕竟不是宫里的人，每月进宫一次，本宫也不好安排。宫里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呢，对你对本宫都不好。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。不瞒娘娘，这种隐性遗传的基因病能压制住就不错了，谈何治好啊？至于每月进宫一次方不方便，其实娘娘要真想治病，自然会再想办法。你要想经常进宫，有一种身份倒是不错，太监。太监你做不做啊？要是想做，娘娘现在就可以满足你。不治了，我好心好意进宫来给顺妃娘娘看病，你们居然想把我弄成太监，那我还治什么病？不治了，我走了。滚出去！到底治不治？方才我往这边走的路上，可看到太医要来给娘娘请平安脉了，多亏顺熙宫的太监给挡了回去。治吧，本宫都听你的。那给钱吧，我也不多收，300两一次。这是什么价？我在神医府坐诊100两一次，在京城出诊200两一次。现在是进宫，自然要比去京中府邸贵一些，就收300两吧。这已经很便宜了。我听说黎王妃对外不管做什么起价都是几百万两的，我没跟她学，我比她少1个万。娘娘真是捡到了便宜。娘娘不贵了，黎王妃卖花果茶都10两一天，1个月也是300两，何况咱们是看病呢。好，就给你300两。我知道皇宫好，但你也不要左顾右盼的，显得很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乡下来的人就是这样。这种话你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呢？你信不信，就因为你这一句话，我下个月就不来了。到时候你家娘娘再想请我来，那可要出双倍价钱了。你这不是讹人吗？对，就是讹人。要不想被讹就闭嘴，别说我不爱听的话。奴才犯错，主子背锅。你要跟你家顺妃娘娘有仇，你就继续；没仇就把嘴给我闭严实了。我虽然面善，但谁跟我过不去，我也不会让他好受的。我家贵妃娘娘请白神医到兰台宫一叙。这是我家顺妃娘娘请来的贵客，兰台宫半路请过去，不好吧？什么好不好的？你有什么资格跟兰台宫说不好？区顺熙宫跟兰台宫面前装什么装啊？小神医您别害怕，刚刚就是对顺熙宫的人严厉了些，绝对不是针对您，你也不用太给顺熙宫那帮人脸。我悄悄跟您说，就是顺熙宫干的。是顺熙宫干的？对，就是他们干的，但不是冲着您，是冲着我们八殿下。总之，神医您记得，顺熙宫的主子不是什么好人就行了。白神医是叶老夫人的救命恩人，那便也是本宫的恩人。听说斑斑的花果茶是在安怀时跟一位游医学的，不知是不是白神医啊？不才，正是在下。原本居无定所，后来受岳府之托教导二小姐，这才在安怀常住了些年头。敢问神医今年贵庚？70，竟已有70，翻过这个年就71了。可白神医看起来不过20左右啊。娘娘也说了，是看起来。那日白神医遭遇劫杀，实是八殿下连累了您，这件事顺熙宫脱不了干系，日后本宫定会找机会让顺熙宫给个交代。贵妃娘娘怎知是顺熙宫做的？本宫自有本宫的办法。麻烦姑娘一跟顺熙宫说一声，就说我不能再原价给顺妃娘娘治病了，因为她差点把我给杀了。这事儿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。原价是指什么价？300两一次，1个月一回。那涨价要涨到多少？300万两一次，1个月一回。1个月300万两啊！也不知道顺妃拿不拿得出来。如果拿不出来，那不治也罢。呀，我还没跟她要封口费呢。她要是不给一笔封口费，那这个病我可就给她说出去了。娘娘。刚走到半路，突然想到还有封口费给落下了。怎么还有封口费？去给他取。
怪不得月半半是那个性子，合着是跟白神医学的。但你说白神医真的有70岁吗？就算没有70，肯定也不是看上去的20来岁，因为他是黎王妃的师傅。黎王妃今年都16了。你的钱能不能放一些到我这里，或者都给我，我来替你保管。别以为你长得好看就可以用美色迷惑我，在金钱面前，任何美色都是浮云，包括你。我只是觉得以你对金钱的看重，只要我握住了你的钱，就等于握住了你的人。我只是不想你跑了，并不是真的想要花你的钱。那要不这样，我要不把你招了，然后我这辈子就都会对你负责了。王妃跟殿下都太瘦了，如今府里日子好起来了，殿下身子也好起来了，咱们在膳食上就讲究一些。奶娘和贾嬷嬷主动把厨房的活揽下来了，这些菜都是他们做的，殿下和王妃尝尝。你居然连叫我这么多声王妃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原因有二，一是殿下又批评我了，二是我觉得你挺厉害的，你不管做什么都是为了这个家着想，你对殿下还特别好，关键殿下还喜欢你，所以我认了你这个王妃，心甘情愿这样。江崇华，他说你喜欢我，他说你喜欢我，哎，很奇怪吗？我本来就喜欢你。真的吗？那你要是喜欢我，我就也喜欢你。好，夫妻之间就应该互相喜欢。你们命好，能互相喜欢，却不知这京中高门贵户的婚姻不过是家族之间的一笔交易，有多少人在这场交易里没了命，又有多少人赔上了一生。那可能他们嫁的男人都没有七殿下这么好看吧，也可能他们娶的女人都没有我这么厉害吧。这些钱要怎么花？钱放在手里是不能下蛋的，可是投资出去就可以。但我不懂投资，你帮我想想。其实我也不懂，你忘了我从前是个病人来着。你不老实，你从前是病人，但皇上也没少了让你看折子，折子都能看，钱不会花，我不信。看折子跟花钱是两回事。我能想到这些银子用在水利上，用在田地上，用在军事上，用在赈济灾民上。但你所谓的投资，我不太懂。何况你不愿意抛头露面，那如何出去做生意？我可以披马甲啊，有一个白神医，就也可以有另一个别的身份。那你心里最想做的是什么？种地。如果在城外弄几个庄子，种果树，种药材，是不是也能跟神医府连个名？以后神医府开出来的药材都由庄子上供应，肥水不流外人，直接把这一条龙给垄断了。对了，我还能养鱼，在京里开个水煮鱼馆，都能赚到钱。那白水煮鱼能好吃？白水煮鱼肯定不好吃，所以煮鱼的水不是白水。明天我亲自下厨，做一顿给你尝尝。早上记得让德全上街买鱼，最好肉肥刺少。我记下了。那咱们赶紧睡吧。先拿到大厨房放着，晌午随便炒2个青菜就好，主菜我来做。一定要肉嫩刺少的。是。你们以前的主子最近没找过你们吗？就放任你们在离王府干杂物了？没有人来找啊，我们已经很久没见过以前的主子了。叶贵妃这就算放弃了？不应该啊，她难道不应该越挫越勇吗？可能是暗卫出不去，叶贵妃的人也进不来，也可能是她不想再搭进来更多的人，干脆就放弃这里了。放弃的太快了，我还没玩够呢。我是不信叶贵妃真的就放弃的，她一定在憋着坏，一有机会就放大招。这是京郊的3个庄子，都在我名下，你拿去吧。当初我分宅立府时，母后和母妃给的。你要是在京里开馆子，店面也有现成的，都给你用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找个冤大头送我几个庄子和店面？上哪儿找这样的冤大头去？目前来看还是挺多的，比如顺妃得罪了我，叶家欠我人情，叶贵妃给过我麝香珠子，岳家跟我有血海深仇，三殿下每次见我不是损我就是骂我，这些人不都是用来坑的吗？那你决定从谁先坑？且看谁先撞上来吧，谁先来谁倒霉。肉嫩肉多，刺儿还少。卖鱼的老板给我推荐了他们，我看确实又肥又大，就都买回来了。王妃亲自下厨，您要是有点良心，就给咱们也带一口。王妃能有什么手艺？她也不会做饭啊！你忘了当初她学厨艺的时候，直接把大厨房给烧了，你还敢让她下厨？岳斑斑，你回去吧。之前之所以把大厨房给点了，是因为我不会烧火，关键在于烧火，不是做饭。只要烧火这个环节你们来做，那我烧菜是没有问题的。真的？真的。
晚上吃火锅怎么样？斑斑，午膳还在做呢，现就想晚膳的事，是不是早了些？今晚就吃火锅。不错。叫麒麟卫出来一起吃吧，大家都是熟人，不用客气。这不合规矩，是以下下犯上。谁给你们定的上和下了？再说，你以后是不是更应该听我们的话？我们让你坐下一起吃，你不吃，不也是以下犯上吗？好不好吃？是不是天下美味？确实好吃，从未吃过如此好吃的东西。一家水煮鱼馆子，一家火锅店，目前就开这2种，不然开太多不好打理。这年头女人做生意麻烦，抛头露面也不太好，所以我还是要披个男人马甲去做这些事情。但这种陋习一定得改，无论生活上还是工作上，男女都应该是平等的。未来在我的店里，如果有女子愿意来做事，我也会敞开门欢迎。我能干点什么吗？你如果能悄悄给我找些靠谱的人，就是最好了。就像神医府的管家和丫鬟，至少我知道他们是自己人，是可靠的。王妃能相信属下，这对属下来说是无上的荣耀。主要也不是相信你，是相信江重华。你们都可以骗我，但江重华不会骗我。你怎么就知道七殿下不会骗你？倒也不是知道他不会骗我，是我早就对自己说过，如果江重华骗了我，那我会立即从他面前消失，走得远远的，保管他这辈子也找不到我。出去。你别听他瞎扯，我是肯定不会骗你的。我知道。王妃，你是偷偷出去学手艺了吗？这鱼太香了，就是少了点儿。晚上吃火锅，也给你们支个锅，让你们都尝尝。这世间之事，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。如果有，那就2顿。去帮着下人把炭炉子搬过来。是。这些都是我从宫里拿来的。皇宫有没有这种东西，我还能不知道？你为什么上我家来？一般吃东西这种事，非得主人请，客人才会来。你为什么这么不要脸？因为没吃过，馋，脸什么的那都不重要。可是我们也不见得欢迎你啊。我是我七哥的弟弟，哪有哥哥不欢迎弟弟的？你虽然是他的弟弟，但却不是一个娘生的弟弟。你那个娘第一次见我就送了我一串麝香手珠。麝香是什么你知道吧？所以我们2家的关系真不好。你来蹭饭行，你把饭钱交了，我就让你敞开了吃。交钱吃饭，这很正常吧？我知道你是个重亲促的人，但没关系，你花多少银子，过后我就能给你找回来多少。我手里正好有个活儿，跟写作相关，你把饭钱交了，我就把这个活儿介绍给你。你要多少？就500两吧，我不多要你的。嫌贵，经理明月楼吃顿饭没有个1000两银子都下不来。你敢说你没去吃过？你敢说你没花1000两？那个七嫂，这些也给你，用来换那个跟文学有关的活。刚刚那500两算我的饭钱。我这个人就一点好，只要拿了钱，一定好好办事。刚刚我收了你的钱，这顿饭吃的有质量吧？现在我又拿了你的钱，接下来这个活儿我就得给你好好讲讲自己亲师的传闻。为了银子，你连自己亲夫君都敢坑啊？这不叫坑，我夫君对此也有自己的解释。你把这些都写成书，主要弘扬的就是唐飞燕多么深情，多么忘不了七殿下，还要重点强调这深情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。就算她以后嫁了人，心里最重要的位置也都留给了七殿下。再分析一下她以后的男人在她心中的地位，肯定永远比不上七殿下。但请她以后的夫君不要难过，虽然自己媳妇儿心里装着别人，但那个别人是天下第一好看的七殿下。这么一想，是不是能舒服点儿？就祸害唐飞燕呗。这怎么能叫祸害呢？我这是在帮她啊！这种美德难道不应该弘扬吗？不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吗？
而且这是顺妃娘娘的意思啊，她特意把我叫到她跟前，跟我说了这些。你把这段也写上，分析一下。像顺妃娘娘这种大人物，如果不是真心觉得她侄女这种行为是美德，她能亲自把七殿下的新婚妻子叫过去说吗？绝对不能的。所以这件事情只能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顺妃娘娘希望我帮忙宣传出去，让唐妃殿成为京城典范。我想了又想，想要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，只能跟你联手，由你写成书，我们找一家书赛出版，有关京中高门贵户家中新秘的，销量一定好。这世上没人不喜欢听八卦，所以你看，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活儿？既能锻炼文笔，又给你一次公开出书的机会。有了出版书，你就是真正的作家了。以后人家问你是干什么的，你也不用没面子的说自己是皇子，可以大声说自己是一名新锐作家。我能行，我一定要摆脱皇子的帽子，我一定要做一名真正的作家。多谢七嫂相信我，将这么好的题材给了我，我一定不会让七嫂失望。我不多留了，我这就回家写稿子，今晚也不睡了，先把草稿起了。书名我都想好了，就叫《新婚夜》，我的娘子不爱我。真的有书寨老板敢出关于左相府和顺妃的书？我管他们敢不敢呢？他们不敢出，我就自费出。没有书赛敢卖，我就忽悠江墨之自己开个书赛。我们有钱，我们怕什么？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办成。可是爱妃，这故事里还有我呢，能不能把我弱化一下？不能。不过我已经跟江墨之说了，让他把你的解释也写进去，这样人们就知道只是唐飞燕的一厢情愿，跟你没啥关系。何况喜欢你的人那么多，别差一个唐飞燕啦。离王府虽然比前些年光景好了些，但也架不住你这么折腾，得罪完这个又得罪那个，坑完这个又坑那个。玉变班，你真以为离王府是铜墙铁壁、百毒不侵是吧？你这是想跟全京城为敌呀？我怎么就跟全京城为敌了？现在半个京城的夫人小姐都在喝我的花果茶，至少他们明面上是不敢跟我叫板的。还有叶家，从前叶贵妃对离王府管控那么严，现在是不是有改观？那不是主动有改观的，那些人都是让你给挤兑走的。你别管怎么走的，反正走了就对了。叶家也不敢再往离王府安插人，不然他们家小夫人喝不上花果茶是小事，叶贵妃绝经了那可是大事。现在六殿下来了，那可是顺妃娘娘的亲儿子，唐飞燕的亲表哥。来就来了，你吓唬他做甚？殿下，您看他像被吓唬住了吗？奴才就是提醒他一声，让他一会儿见着六殿下有个心理准备。少坑他些银子吧，六哥他也不容易。六殿下跟顺妃不是一伙的，不好这样定义，毕竟他们是母子，真遇着事儿，他一定会帮自己的母亲。但他也是个可怜人，顺妃心里最怀念的是那个死去的孩子，从小到大对他都是不冷不热的。就跟三殿下一样？不一样，不冷不热跟摆在明面上的厌烦不是一回事。六殿下名叫江一川，封齐王，今年21，至今未婚。这个人比较沉默寡言，也有点社恐，但属实没有顺妃那么会坏。过去那些年，他每隔几个到离王府来看看，给殿下换过衣食，也给府里留过银子，但他都是悄悄来的，顺妃不知道。要是知道，一定骂他。为什么骂他？顺妃跟离王府明面上翻脸了？那倒不是，他不是光冲着咱们。六殿下不管对谁表现出关心，顺妃都会不高兴。他会说，你要是有那个闲心，就好好查你哥哥是被谁害死的，那才是父亲的亲兄弟吧。顺妃她自己不也是个妾吗？她哪来的自信说别人是野种？就是这个理，反正六殿下是无辜的。那我一会儿少坑他点。六殿下您别害怕，我们家王妃不吃人，她坑是坑了点儿，但真的不吃人。本王不是怕，就是紧张。弟妹万安。六殿下您来了，最近身体好吗？六哥好，六哥请坐吧。六哥尝尝水果吧。不用不用。六哥到我府上究竟有何事？总不能就是为了来看我吃东西的吧？那你应该赶在饭时点过来，这些都是零食。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快坐下吧，咱们消消停停说话，别这么拜来拜去的，我还得还礼，多累啊。弟妹不必还礼，是我对不住你，也有求于你。你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？殿下是为了唐家大小姐那件事来的吧？对，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。其实我本不想来这一趟，就算到离王府来，也应该是为了看望重华，不是为了唐家求情。可飞燕毕竟是我的表妹，她母亲求到我母妃那儿，我母妃又把这件事情安排给了我，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人托人，这事儿我懂。八弟写的那本书我买了，从头到尾都看完了。我觉得里面虽然有文学渲染的成分，但真实性至少也占了1多半，所以我其实不太好开这个口。连今天我没有这立场替他求情，但又不得不来。弟妹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懂，六哥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来一趟的。弟妹的意思是，这世上没有什么事儿是银子不能解决的，如果有，那就是银子不够多。唐家想摆平这件事情很容易，只要他们对我做出一定的补偿，这事儿就算翻过去了。至于市面上那些书卖出去的，自然没办法，但唐家可以杜绝的，我们再版，包括县太应该赶紧出银子都买回家去。那我记下了，回去就跟唐家说，让他们赶紧把市面上的书买回去。但唐家最担心的是，买回去一批，你们又印一批，那对他们来说就是无底洞。
唐家没说我什么好话吧？说我贪得无度，说我是个填不满的坑。六哥不用不好意思说，这是夸我的话，我爱听。唐家能认识到这一点，我很高兴。要是他们都不懂我，那我的人设不是白立了。所以唐飞放这件事应该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法子，我已经替六哥想好了。你可以劝唐家把八殿下那本书的版权买断，只要版权买断了，那书就是你们的了。我们没有权利加印，永久买断所有版权，包括文字版，包括口述版。只要银子到位，以后我们不但不会再加印，也不会再把故事卖给茶楼戏院，更不会进行二改主动传播。已经卖出去的，被人看完的，我们堵不上百姓的嘴。反正就是及时止损吧。买断文字版权500万两白银，买断说书版权500万两白银，买断戏文版权500万两白银，所有版权都买断，可以打个折，只收1499万9998两白银。弟妹给我1天时间，我去唐家说说，问问他们愿不愿意买断版权。其实这事儿顺妃娘娘也有责任，要不是她拿孩子们小时候的事刺激了岳斑斑，岳斑斑也不会做得这么绝。银子我们可以拿，但是不是顺妃娘娘也该出一部分？两个人犯下的错，总不能让唐家自己出钱吧？如果你哥哥在，他定会自己解决这些事，不会来烦本宫。你猜这银子是唐家出的吗？应该是六殿下自己出的。唐家欺负六殿下，顺妃自己也欺负六殿下，六殿下真惨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现在我也欺负六殿下？是他自己送上门来求我，又不是我主动去坑他。你看我收他的银子不高兴，那他的母妃和表妹合伙欺负我的时候，你又为我做什么了呢？他之前1年来离王府2、3回的情分，你们尽管去报，我没意见，但我不欠他。以前他来个人情自己要，不是为了我，不是。所以我是我不指望你们给予我多少帮助，只求你们别拖我后腿。另外，我警告你，我可以认同你整天没大没小叫我岳斑斑，但是绝不能容忍你胳膊肘往外拐，向着别人说话。我就算不是离王妃又安远侯府嫡出的2小姐，你是下人，无论到何时都要低头的。六哥过去那些年给予本王的帮助，在他来日有求于本王时，本王自会报答，但那仅限于他有求于本王，而不是有求未过王妃任何帮助。反而他那个母亲会面还给王妃造成了伤害。本王以为他非买断的本书籍版权银子，而不是对于王妃的赔礼。他有求于人，理应送来谢礼。七殿下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你有求于人，凭什么空手来？你对离王府帮助再大，你求的是离王殿下的新婚妻子，人家妻子又不欠你的。还有最关键的，我得提醒你，全公公，你是七殿下的奴才，不是六殿下的。别说今儿这事儿咱们王妃没做错，她就是真错了，你也得向着她说话，也得站在她这边。主子永远都是对的，这才是做奴才的准则。我没见过哪个做奴才的真敢给主子甩脸子看，除非是打入冷宫的妃子。但七殿下喜欢王妃，宠上了天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敢给王妃甩脸子？全公公，我看你需要看脑子。下次大夫再来给我和贾嬷嬷看病，你也一起诊。老奴知道错了，今后王妃指哪儿老奴打哪儿，王妃让老奴干什么，老奴就干什么。你说你这睫毛怎么做到又长又密的？这也太好看了！你真是完全遗传了瑾妃娘娘的优良基因。所有优点你都遗传到了。吃的时候可以细品，有点点臭味，特别香。为什么臭？能不能不涮这东西？我太想吃了，我太久没有吃这个东西了，我馋得慌。而且我必须要让你们也试试，一回生二回熟，这东西你们没吃过就觉得它不能吃，可是吃过之后，我保证你们欲罢不能。相信我，我从来不骗人，这东西真的会上瘾的。好，开馆子很赚钱的，就算你不开成明月楼那样，你也能赚到大钱。你很爱钱的，对不对？为了钱，努力拼搏吧。他为什么对开馆子这事儿比我还热心？我开馆子又不能分他银子，他来什么劲儿？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虽然不分给他银子，但他再想吃，就可以直接到馆子里吃。馆子是明码标价的，他吃多少付多少钱。但他来离王府吃，一要看你心情，二来他付的饭钱也太多了些。就今日这一顿，你又要了他100两，那版权买断的银票他还没揣热乎呢，就又被你给坑回来了。我这可比明月楼便宜多了。不过算了，毕竟开了馆子之后可以赚到更多人的钱。何况谁说的我开了馆子他就不用来离王府吃饭啦？想赚他的饭钱，我手里至少有1000道菜等着呢。深冬啦，再有1个月就要过年了。是啊，快过年了。你长高了，明日得让德全叫裁缝入府，
给你再量几身衣裳。那我想要那种有毛乎乎大领子的，然后我也想要个披风，就像你这件一样，贼帅贼拉风。你自己长得那么好看，再看我是心情。眉眼弯弯，八面玲珑，你才是天底下最好看。有一句话叫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或许你不知道西施是谁，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你看自己喜欢的人，那么即使那个人再丑，在你眼里也是个美人。那我们不讨论好不好看的问题了，糟心，这大好的光景，替岳景荣多晦气。我们就说这个大年，江春华，我第一次在京城过年，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你们以前的年都怎么过？需要走亲戚拜年吗？需要跟父母聚餐吗？怎么了？没想什么，就是在想，等到过年的时候，不仅我要做新衣裳，也得给你做几套，到时候咱们都穿新的，新年新气象嘛。好，但其也没有多少亲戚要走动。初一大早公务婚宴之后就停朝5日，至于各家各户怎么过年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往年李王府的新年跟平日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也不喜欢热闹，但今年不一样了，今年有了你，我的身子也好起来。你要是喜欢热闹，咱们就在府里摆席，你想请谁来就请谁来。一来我不想你好起来的事被更多人知道，二来我也没有那么喜欢热闹，还有第三最关键，我凭什么自己出银子请他们吃饭？不过江崇华，你说的大年宫宴，你其实是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吧？今年想不想去？你要是想去，咱们就一起进宫去看看；你要是不想去，那我也不去了。你想去？宫宴上能见到的人多，从上到下，从男到女，从老到幼，大半个京城的权贵都能见着，或者说是全京城的权贵，正6品以上的官员，几乎是能在京城活动开的所有人了。我想见见他们，不止他们家中的女眷，还有那些朝臣本人。江崇华给你下毒的人还没找到呢，这个人一天不找到，我就一天都不踏实。别看我在京城混得风生水起，赚了那么多银子，但实际上没有一天真正放下心过。不把这个人给揪出来，这银子我花的都不安生。好，那咱们就去一次宫宴。行，那等到宫宴之前，我再给你施一次针。另外，我手里还有些药，挑适合你的给你吃了。斑斑，不就是装病吗？我能装明白，不用施针吃药。这次不一样，我想把你往好了扎。你病了这么多年，也是时候在人前好好走走路了。你不是不想给我治好吗？说这样不利于你消消停停在家躺着。现在跟以前的想法不一样了。这葡萄都冻上了，不过更好吃，你过来尝尝。别直接吃冻的，会牙疼。现在你年纪小不觉得，等到以后上了岁数，全给你找回来。没事儿，我有保护牙齿的药。牙膏？不是牙膏，是药。准确的说，也不完全算药，一种牙齿保健类的东西吧。回头给你也吃点，有病治病，没病预防。咱们不说这个，还是说宫宴的事儿。江崇华，原本我是想摆烂一辈子的，但问题是条件不允许。越是走出去，就越知道京城险恶。就算我们不主动招惹他们，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。所以，与其被动挨打，不如咱们主动一些。有的时候，撤退也是一种胜利；有的时候，进攻也是一种防守。前几日麒麟卫拿了一些兵书过来，你要是有兴趣，可以到我书房去看看。我跟德全说了，叫他把书房也搬到我们这大院子来，以后来来往往的都方便。你让我看兵书啊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要是我会带兵打仗这件事也被暴露出去，那这京城我可真就没法待了。你在安怀都学什么了？到底是谁在教你？那人教你写字，教你医术，这都没问题，可他居然教你武功，还教你带兵打仗。斑斑，你确定那是一个好人吗？你话里有话。是想到了一些事情，我基本全都知道，再加上麒麟卫也会给我讲一些见闻。这朝中就有一件事，跟你的这种情况很像。你知道暗卫和死士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吗？会有专门的组织在民间寻找孤儿，或是家中参进，偷偷的观察他们。观察到一定阶段，觉得他们是可造之才后，就开始进行下一步，那便是偷偷的教导，从读书习字到武功心法，之后再从中挑选出可造之才，进一步培养，教他们排兵布阵，教他们上阵杀敌。岳斑斑，我从来不仔细打听你在安怀到底经历了什么，但你总得让我知道你是安全的。教你的那个人不是想把你培养成一名死士。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不是，你等会儿，我想怎么给你编。说错了，你让我想想怎么跟你说。实话实说。实话实说，就是其实根本没有人培养我，我都是瞎编的。我就是为了气我父亲，为了给岳家人添堵。其实哪有人教啊？我是无师自通，我是个天才。江崇华，你不相信我是个天才吗？不能吧？我以为我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，你不可能不相信我是个天才。你确定不是被人刻意在往暗卫或是死士方向培养？我确定，千真万确，请你把心放到肚子里。而且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，就算是有人刻意在培养我，
这些年下来，我也有足够的时间把他给策反了。就算他是死士头子，我也能把他给忽悠瘸了。走，睡觉。昨晚上是谁说也不能总摆烂，该努力还是得努力的。反正不是我说的。那是谁说要照查给我下毒的凶手的？那要等宫宴的时候，现在又没有宫宴，我今日不想动弹。江崇华，你为什么总想起床，在床上躺着，难道不舒服吗？从前我一天到晚只能躺在榻上，想起都起不来。我最羡慕的就是可以自由行动的人。那时候我就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我的病好了，我就天天在外面走动，一刻都不想再躺回榻上。那你现在怎么在榻上呢？江崇华，有本事你别睡觉啊！不睡觉肯定是不行的，因为我们家有一只小猫，它总吵着要睡，没有我在身边它还睡不着。我为了我们家那只小猫，也得把觉睡好。殿下，王妃，早膳预备好了，你们要起了吗？德全现在叫我王妃了，真难得。事后我年头多了，又是从宫里跟出来，难免有些坏毛病。你该说就说他，该罚就罚他，不用顾忌旁人。我知道不能太多顾及别人的感受，因为也没有那么多人会顾及我的感受。但是至少我们府里这些人，大家还是互相相惦着的。再有2日又是初1了，你得准备去开诊，或者你也可以考虑把时辰改一改。这大半夜的开诊，别人受不了，你也受不了吧？上次15你就睡着了。我那不是睡着，我只是有些疲惫，稍微眯了一会儿。那你也不能当着病人的面眯啊。是凤安府尹家的3小姐，这人我有印象。白神医开诊第1天，他们家的仆人是第一个进来的，我还以为很快就会求上门，没想到拖了1个多月。不过往神医府送帖子的人不少吧？怎么挑了这份？给钱了？对，给了管家20两银子。20两银子都赚，他是不是没见过钱？肯定是没你那么黑就是了，你都是200两起步的。有时候100两我也收。你回头跟神医府那边说一声，活白神医接了。今日下账就让他去给那位3小姐看病。凤安府尹家什么情况？你给我说说。你又要去坑凤安府尹家？坑得好，坑得妙，坑得段家哇哇叫。姓段啊，跟离王府什么关系？跟离王府没什么关系，但他们家有位3小姐，跟你可能有点关系。跟我？对，就是跟你，她是你情敌，你们还见过？不行，情敌太多了，我想不起来。那次在叶府寿宴上说跟七殿下走一个路线的那位，是他。谁？当真有这样离谱之事？没错，就是当真有这么离谱之事和离谱之人。那位段家3小姐这些年把自己整个病病歪歪的，见风就倒。为此，段大人还上我们离王府来过，带了几位大夫过来，非得要给您看病。这大概是3年前的事了吧？反正他的意思就是，七殿下您可赶紧好起来吧，他怕您没好，他闺女先没了。那看来这位3小姐在家里是很受宠的。确实受宠，听说是家中宠妾生的，而且宠妾还生了段家唯一的儿子。虽说过继到了大夫人名下，但人家也知道自己亲娘和亲妹妹是谁，所以宠妾和3小姐在府中日子过得很好。那她可真是太作死了，好好的日子不好好过，学点什么不好，非得学人家生病，这下好了，真把自己给整病了。段家3小姐好像也不意外，谁天天整成那副样子还能好啊？王妃说的对，这真是好日子不好过。不过王妃是怎么知道她病了的？白神医是我师傅，他跟我打听府尹家的3小姐说了这事儿。似乎看到了一个男人从内院溜了出去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奴眼花看错了，但老奴觉得我没有看错。那个男人个子不高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，穿的还挺好，衣料一看就是上等的。可是咱们府上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男子，还出现在内院？这不对劲儿啊！内院能进来的外人，也就是总来蹭饭的八殿下了，但那明显不是八殿下，也不是咱们府上的下人和暗卫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殿下，王妃她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？滚出去！本王不想再看见你。